其实中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在观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抵制，这一次的中国对日本的抵制，基本上跟这个钓鱼台国有化那个力道差很多。他没有抵制日货，而且在中国的境内也不去这个骚扰日商。这个中国大陆基本上只关团客，那团客的影响其实当然有，可是基本上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日本的这种经济的施压，我觉得警告性大于这个实质的一个意涵。2026对于日本来讲真的是挑战的一年啊，因为最近就看到印度政府他们在2025年的年底发布了一份年终经济评估报告，就引发了国际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份报告指出，印度2025-26的这个财政年度啊，这个 GDP 达到4.18兆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而且打算呢在2年内还要再往前拼到全球第3名啊，前3名。那但是呢，这个 IMF 呢在此前也宣称说，印度真正超越日本，必须要等到2026年3月这个财年结束，而且实际的差距啊，差只有大概100万美元。所以说，就算是到了第3名啊，其实你跟第4名之间，就是那个日本，你如果超越它，你也不过是多了它100万美元而已啊，所以你有可能再度被反超。那我要问何老师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啦，我们只能说肯定印度是有雄心勃勃或者野心勃勃，但是印度制造真的是具备了超越日本的实力呢，还是怎么看呢？当然，印度制造曾经是很多人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想象啊。那个时候我们讲就是所谓的 China Plus One， 对不对？中国加1，那个1除了讲的越南之外，很多人讲说印度可能它可以这个再去复制中国的那样的它过去这个40年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成为一个这种 rising power 的这样的一种经验。不过我觉得这个整个印度的这个文化跟整个印度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哈。那就是说，他可不可以去复制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经验，对不对？然后这个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量能，这个推升到几乎这个就是说跟美国几乎是站在一起哈，虽然还差美国这个大概这个有一小段的一个距离哈。那不过就是说，除了中美之外，他们在争第3、第4哈，那个基本上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第3、第4加起来还没有中国跟美国的一半啊，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说，更何况就是说，印度你现在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日本才多少人？德国更少，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去从一个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 GDP 的一个绝对数字，这个去跟这2个国家去争所谓的第3跟第4，这没有意义，对不对？你整个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还有你在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里面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可以跟这个日本或是跟德国去等量齐观的哈，甚至于就是说，你可能要走到这个中国现在在整个国际经济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你都走不到，对不对？所以当然印度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未来是有成长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啦。不过就是说，他想要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或许他在这个整个 GDP 上面哈，他可以真的在今年啊，就是说这个2026年来超越日本，因为日本现在的日元真的哈也不晓得是得了什么病哈，就是那个利息也升了啊，这高市早苗对不对？他以前骂人家就是说升息是笨蛋，结果自己也做了笨蛋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但是利息也升了，而且预估今年还要继续升息，可是整个日元的汇价几乎变成是。我们用台语讲，那西迪亚给哈，而且现在的中日关系纹风不动啊。现在中日关系也还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哈，这是会不会也有点关联？当然就是说这个其实。中国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观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抵制，这一次的中国对日本的抵制，基本上跟那个时候的这个钓鱼台国有化那个力道差很多。他没有抵制日货，而且在中国的境内也不去这个骚扰日商，因为中国现在他也很担心这些日商还愿意留在中国，他已经这个时候非常感激他们了，对不对？他不想因为这个现在的中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恶化，去造成这些日商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不安感。但是这个他用这个所谓的这种就是说人流啦，就是说我把这个观光客稍微降，可是他不是全关啊，很多人误会说
这个中国大陆基本上只关团客，那团客的影响其实当然有，可是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它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经济的施压，我觉得警告性大于这个实质的一个意涵啊。对，而且其实看得出来，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节奏的哈，它不是一次做到底。对，然后再看后续的状况，再决定要再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印度这个报道哈，我觉得看了这个最生气的应该是高市早苗哈，他一定不太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你在唱衰我早苗经济学嘛，开年就给我这样的一份报告，就是说对不对？我早苗经济学这个是我未来我这个我高市早苗能够当日本首相多久的这样的一种续命丸呢？对，结果你这样子讲的话，是不是觉得我的这个早苗经济学是骗人的？中国大陆在面对说日商的这一块哈，其实也非常的谨慎。那刚才也提到说，就算是印度也好，还有包括像是日本也好哈，这个两个加起来呢，也不过最多吧9兆美元啊。可是呢，排名第一跟第二的啊，比如说美国是第一哈，30兆。所以根据2025的 GDP 预测的话，有可能30兆。中国大陆呢是接近20兆，所以这争个第3、第4，其实都是人家不到一半哈。那讲回来说，日本企业从中国大陆出走，在2025年有看到一些迹象哈，因为在2022年工业产值将近32亿人民币的中山佳能工厂，他们就宣布要关闭。三菱汽车也终止了沈阳引擎的合资项目，彻底退出了中国汽车制造。另外是 Sony 的 Xperia 手机业务呢，也宣布要撤离中国大陆哈，但是也有分析指出哦。说日本企业现在正在用一种 K 型分化的战略，在重建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那什么叫 K 型战略啊？也就是呢，低端产能撤退，高端领域采取重兵压境的方式。好，我们回顾2025前3季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甚至还有年增55.5%啊，这成长是排在全球第一的。所以现在这个 K 型分化的战略哈，怎么看日本产业他们现在的这个战略思维啊？我觉得我们后面的分析其实对台湾也都有参考，基本上就是低毛利啊，这个低端的啊，或者是已经成熟的产品。这几种都是在中国大陆在地会逐步爬上来的竞争力。对，换句话说，它获利变得更少。那所以在中国制造的方面，在日本来讲，所谓 Made in China 的部分，它的竞争、它的获利都在降低。所以这种就往下走。另外一种往上走的，那不是只有日本啊，这个法国总统带了多少企业家去？我们还是看有外资进去，虽然现在的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也是中国大陆目前经济面临的一个困境。还有人想要跟我打赌，就是川普4月去的时候，会有多少美国大老板跟着川普一起去抢单？那他们抢的是 K 线往上走的部分，往上走部分就是中国研发、中国技术、中国软体工程师的总数。以及中国的勤奋，所以以前是勤奋的劳动力，现在是勤奋的研发力。那么这些还是可以补足其他外国或外资的部分。那么这个 K 型线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不难理解嘛。那台湾似乎也是慢慢会走这一块，日本会选择这样走，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所谓的降低风险。对。地缘经济是这些综合的考量，所以基本上它不是所谓的出走的话是 decoupling， 就是但是日本走的是 de-risking， 就是去风险化。中日的争议呢还没有落幕啊，但是现在大家在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原本希望是能够尽快的到美国去访问，最好呢是在明年1月啊就能够访问美国，但是日方在跟美方协调之后呢破局了。现在日方呢是希望能够抢在川普现在是说看4月访中之前在3月就能够抢先让这个高市去访问美国。当然也希望呢能够争取川普强力的支持，并且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日美同盟的团结。而会让高市这么不安的原因当然其来有自
一个就是美国现在迟迟没有特别强力的表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日冲突更加进入到一个真金白银开始流血的经济战。短短几天之内，有好几条的重磅消息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哈，包括了大陆要求旅行社必须要削减40%到日本去旅游的团客，还有46条中日航线在2周内100%的取消。明年1月呢，中日往返航班将取消超过2000个班次啊，损失大概估计了一下44万游客。另外就是大陆的游客减少在日本的消费，让11月信用卡交易额同比减少了8%。日本的百货可以说是海啸第一排啊，光是在12月前半个月的，从他们的免税销售额来看，大丸松坂屋百货啊，这同比就下降了9.4%，高岛屋下降9.8%。另外呢，3月伊势丹百货呢是下降大约有2成左右。但如果我们只单看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因为高岛屋的大陆客比较多，所以呢，看到它的降幅更是高达了23.9%。也就是说呢，日本观光业呢一下子就进到了好像是冰河期一样。现在连饭店住宿也传出撑不住啊，像是京都的房价平均降价57%，而京都甚至传出有一个晚上呢，只要300块钱台币就能够住一晚，这种当然是属于极端的案例。大阪呢则有饭店因为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团客更是带头砍价。那你知道大饭店开始砍价，当然连带影响的就是小饭店啊，这些旅宿业者呢也说撑不住了。聂老师，现在不只是看到的航线归零现在也传出说中国大陆方面还要求要再削减40%到到日本的团客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在观光这个方面，中国大陆出重手，有打到痛点上。当然有46条中日航线，你刚刚讲100%停航，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航线归零，这是非常严重的啦。当然他要打这个，当然就是打击这个日本的经济信心嘛。那当然这个减销了，这个少了掉了。之前在10月到11月就提出了一个，当高市10月7号提出这个，所以台湾有事之后呢，日本不是很快就做了动作，叫做避免赴日旅行。光这几个字你知道吗？就已经削减了非常多。大家就知道从10月到11月。你知道一年中国去日本旅客大概是1000万人900多万，全世界是3000多万，它大概占1/4。光这个平均起来一个月是80多万。好，这从10月到11月一下就降到50几万、56万，就跌了20多%了，将近1/4。所以已经这个砍掉了非常多的旅客。这次再这样子中日航线再断航的话，那就不得了。当然，你就像你刚刚讲的，会少掉40多万，不管是详细数字会多少，就这么多的这个旅客会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这个因为地缘也近嘛，台湾去日本也是一样，都是自由行比较多。自由行的人你知道吗？就到处拍照，然后呢就开始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所以呢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就在消费上。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讲说，全球就算中国只有去1/4，因为中国在这10几年经济起飞之后，中国人其实土豪是很多的，很会花钱去在这个日本吃花钱花凶的，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对岸中国人。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只是这个吃的部分，你看吃一定会有很多餐饮店一定会受到伤害，包括我们的住宿业。其实不瞒你说，我在日本我自己就有合法的这个民宿啦 Airbnb 这样在做的，在澇谷雅。但重点是。这个时候呢，当然我的话当然是尽量用这个西方客人。不过呢，中国人减少的话，锐减，你绝对会受到伤害。所以您刚刚讲到的前线的就是住宿啊、饮食，还有甚至买一些药，你知道吗？它非常多的药妆啊，中国人去你看满满的里面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买药是非常疯狂的，消费力很强，他们自己的药品也很强，但他们就是一种日本药，他们也会有一种这种从日的这种互相都就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药品消费力，以及其他的可爱的卡哇伊的商品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日本经济啊，自从高市早苗在台湾有事之后，那当然中国它有非常多的力气，光靠它人口的量，你知道吗？就可以压倒这个对方。所以他这一招做到，应该会让这个日本会很痛，而且尤其在经济观光上。他现在挑这个时机正好接下来大家也知道，就是要跨年，跨年完了以后呢，就是中国人这个农历春节这算是放假的大旺季对，所以挑在这个时间点，绝对也是有原因的。
当然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说大陆就是一个11长假，那再来就是新年嘛，这个时候大家最多放假。对。那我们在那边说，还有一个就是樱花季啦。那这个时间当然刚好点到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砍。那当日本其实就像那个当时的奥运一样，他当时想象他的奥运可以赚很多的钱，花了很多的科技广告，结果碰到了疫情，也很惨。这一次呢，当然又开始等于又是一次的，让他在最应该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外汇收入啊，就观光收入的时候，在这又是重一击，对他的确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伤害。确实啊，这个刚点了一个重点，农历春节之后呢，搞不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樱花的花季啊。3月底。当然美方的态度呢，最近也让人家觉得有点这个令人值得玩味之处哈。我先请教大使哈，怎么看美方？因为最近看到他们非常的低调。还是为了明年4月想办法，一定要让川习两人见上一面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按兵不动是吗？对，不仅是明年4月，明年一整年都需要，因为美国明年的重头戏是在11月的期中选举。川普现在的状况有一点不明，虽然时间还很长，对，可是他已经步步为营了。他上个礼拜突然跑出来做了一个全国演讲。有人的分析就是说，哇，他已经感受到11月那个选举压力来了，他已经开始进行选举的这种不是布局了，已经开始竞选了。那事实上的话，美国的选举，任何国家选举，真的关键因素都在经济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啊、政治号召，那个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讲经济如果说有起伏的话。那当政者基本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大使，您说到这个点上，我们就来看哈，经济确定是这个执政者他们这个算是软肋哈，因为呢，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中日之间呢，现在这个为了争议还是相持不下。那现在对比呢，我们来看过去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情形啊，当时外界就有一个分析，说美国大豆的经济产值并不高，中方呢购买美方的大豆虽然占了美国出口总量的54%，但是充其量如果从金额上面来看的话，它的价值也才132亿美元，相较于美国全年货品的出口总额是2.8兆美元来说，那根本是9牛1毛。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大陆呢，透过打击大豆这个命门，逼使川普最后不得不妥协，所以分析认为呢，这可以说是经济工具化的经典案例。对美国来说，打农业就是直接打击了共和党的政治票仓。所以大使刚才特别提到了，现在对川普来讲呢，明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2026就是期中选举啊。那回过来看这次对日本的做法，反制措施几乎是刀刀见骨，而且都是指向观光啊。观光确实是日本的软肋。在大使分析之前呢，我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就确实日本的观光对于日本的整体 GDP 的贡献是7.5%，在2024年最新的数据是如此。另外呢，它是日本重要的出口产业，因为观光收入呢超越了半导体、钢铁，成为日本在汽车以外的第2大出口品，所以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打观光就打对了。而且基本上就是说，现在中日关系的这个气氛之下，如果中国大陆还有大批观光客到日本去观光，若无其事，然后大笔花钱的话，那就给日本的政府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也就是基本上高市早苗的讲话是中国大陆政府在反对，人民完全无感，所以我觉得就中国大陆来讲，他一定要在这上面有所作为也不能让这件事情继续来这个来持续下去。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观光业在日本的整个 GDP 我看是7.5%那不算大，可是也不算小。可是问题就是说，观光业这个产业跟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它是不一样的，它创造出来产值可能差不多，可是问题是什么？观光业是可以聘雇大量的非技术的就业人口，那这些人就是说，他的这个从业人员的数量要比你那个高科技的工厂那要多得多，而且他深入基层，有些市井小民他可能都靠观光业为生，即使是在市场上摆个摊子或者卖一些这些欧米亚给这种小生意、中小企业，他可能他的生计是跟观光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产业它的就业人口对比之下它比较大。第二个呢，它这个就业人口的属性是属于中下层的人民比较多，那企业也是属于中小企业，
那你当然你看到它有这种大的这种这种旅馆的 chain 啊，可是呢，也有很多小的旅馆是也在这里面从事住宿业的。那这个交通业的话，计程车也好，还有做这些旅行的这个租车的、租赁车的，尤其那个大巴士的司机、大巴士司机或者中型司机，这都是很重要一个，它很重要是需要这个。另外一些药妆店啊，这些店啊，这个在日本大街小巷都有。那这些还有就是说，日本的其实为什么这些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是构成日本的这个观光客的主力？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什么？对这个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不管两岸加上香港，就是汉字。对。你看到那个药妆的东西你不会跑错店。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说这个饮食习惯比较接近，那个两边双方都是酱油 base 的。我常常讲就是说西餐跟中餐最大的不同就是西餐以牛油做 base， 那么中餐呢，亚洲餐饮酱油以酱油做 base。对，你在日本你不会觉得那个食品跟我们差太多。对，所以就变成这些都是小商贩、小餐馆。小的旅行业者，那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就业人口。是。那日本的第三季的今年2025第三季，它的整个 GDP 是负0.4。日本现在这个各界非常的担心，因为2025事实上本来年中Christmas 还有年中，它还有就是说到年底还有这个这一波这个观光业可是因为11月7号高市早苗这个讲话这个错误言论以后事实上对日本的这个观光旅客立刻就跌了30%，那现在还在继续增加。对，那所以就变成第4季的日本的这个 GDP 可能会更糟糕。数字现在还没看出来，会更糟糕。那其实日本人虽然有一些反观光客可是我是因为以前常去日本观光，我告诉你啦。不管是京都、福冈、东京大阪这些地方，我跟你讲，满街都是观光客，满街都是观光客，连那个公车、地铁都是观光客。所以大使，你点出了说观光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好，现在说抵制观光会造成日本的重击那现在当日本业者还有2件事情，就是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呢，他们会觉得很担心的。一个是航空运力的转向就是被取消的运力呢，改由韩国跟东南亚接手了。还有一个就是消费习惯的重塑。那这个消费习惯呢，就是让民众觉得说，反正不去日本呢，有其他的替代性方案我如果去韩国也可以去东南亚都可以那去韩国的游客人数呢，因此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也因此呢，让日本的旅游业者担心呢，万一这个替代性的功能一旦完备了以后，就算未来中日政治降温了，市场也未必会回头。所以现在出现了这个市场上面的日本替代的趋势那接下来怎么看这波冲击？这个日本替代的这个问题，当然在短期之内对日本的观光业或对日本的民间，我相信冲击一定是非常大的。但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的确它会造成短期之内日本的这个观光收支那个降低。什么是日本替代呢？其实就是从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呢就鼓励我们的国民出国观光的时候不要去日本你去韩国、去东南亚、去哪边寻找这个所谓的替代方案，就把原先我们对日本的这个观光的这个花费降到最低。然后呢，把这些钱用到其他地方，因为其实不可否认就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客，他的购买力非常非常强。我记得大概10年前这个爆买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这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在日本购买那种到处收购这种东西的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陆做的东西，有时候大陆的这个人自己本身有时候信心有点不够嘛，总会觉得舶来品这个品质更好等等，所以他们一旦去日本、去香港等等，就是完全显现一个爆买的这样一个状况。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就是说从大陆的这个政府有意的就是要把这个消费跟旅游这个导向其他这个市场，某种程度来看，你会不会有点觉得有点觉得熟悉为什么当年那个韩国跟因为要那个同意美国部署萨德这个飞弹的时候，当时韩国已经
被这样过了一次。所以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其实韩国当时受到多大的冲击？的确冲击也相当大。那你说日本现在有没有相当大的冲击？我相信一定也很大。但是我们看看香港，我大概刚好2个礼拜前去一趟香港，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香港市面上大陆观光客少了非常多，反而是反过来的，都是香港人礼拜六、礼拜天跑去深圳这个度周末。为什么？因为两地物价差很大，那大陆人嫌贵，然后就不去。但是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讲，或者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日本人来讲，可能通常也有大概类似的这样想法，反而觉得市面这个清净不少，然后整个环境也这个品质也提升不少。所以你说这个后面这个中国大陆它这个趋势会不会变成一个经济包围政治？那我相信中国大陆它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对高市的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是从我觉得从一般民间对高市在这个事情上的反应来说，高市反而变得相对来讲它不会那么担忧。但是当然对经济或者说财政的冲击，这个部分是一定有的。所以你说短期高市是不会软下来的？对，它不会，我觉得不会。而且其实对于一个政府部门来说，我今天已经在这个我觉得他会日后用各种的方式来去弥补这样一个说法，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我这个说错了，我这个话要收回，这个不行。因为这个其实对于高市的威望来讲，如果他一旦做这件事情，他首相都不用做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北京方面给那个高市方面，我觉得那时间的推演下去，双方最后会磨合出一条新的方式，就像当初中国大陆对韩国那样，就是高市自己要面对自己内部的政治压力可是除了政治以外的话，民众给他的经济压力看他能够撑多久因为刚才点到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件事情是有一体两面的。现在日本就要想办法是看观光的这个空洞，如果真的开始了，那有什么可以替补进来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恐怕还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内部的债务问题。日本经济真的要崩盘了吗？最近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一位经济学者叫史东格，他就直接挑明的说，他说日本已经走到了债务终局。话说的这么大胆，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摊开数字来看，真的很惊人。日本政府总债务已经冲破了 GDP 的263%，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的。那这代表呢，每收进3块钱的税金，就有1块钱要拿去付利息，而且还不含还本金。这个有在还房贷的朋友们就会非常有感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赚进来的3块钱，1块钱要拿去只付利息，还不能还本金，很辛苦好，10年期的这个国债殖利率更是飙到了1.98%，创下40年的新高。所以这个经济学者史东格就直接警告说，只要升到2.5%，光是利息支出就会吃掉日本税收的60%。这个听起来很恐怖更致命的是呢，这个最新一次的日本国债标售非常惨，创下1987年以来的最糟纪录在这个时候呢，高市则是决定他还要继续的借贷，要再借18.3兆日元。哇，这个已经债台高筑了，还要再举债这会不会压力大到破表好，就是其实过去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现代货币理论》这个理论讲得很邪门，但是好像有点道理。就是说，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政府会倾向用发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要还的钱跟你还房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它只需要发债还利息。那这些本金它会怎么样被摊还？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会有通膨，通膨最后会打消掉它本金这个部分的价值。所以长期来讲，政府再举债基本上要垮的可能性不太高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数值还是非常惊人。我253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GDP， 美国的国债大概占 GDP 大概120%到142之间那台湾只有占26%就是你相比之下，这个日本举债的数值就过分的高，这是的确。那我必须说，这个举债过高可能会造成它的财政不健全，但是中举来讲，我觉得它不太会倒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仍然是现在全世界外汇存底第2高的国家有1.36兆这个排名世界第一是中国那台湾排到第5，是大概将6000亿的这个美元所以一个它是债权的国家，它去发债，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并不会拖垮这政府。不过不代表它的经济会复苏，因为它在撒钱的过程里面，看它有没有办法投到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可以一些
这个资本财，就是它可以再创造收益，比如说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让这些投资以后变成可以赚钱，那它就会慢慢打消它的债。但是如果它只是就是透过政府撒钱的方式去刺激消费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债会变成债留子孙。那马老师，这个因为我们常听到就是高氏早苗，其实它是安倍晋三的算是弟子了哈。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安倍有3支箭嘛，这3支箭呢包括了积极的金融政策，也就是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大量的宽松货币政策啊，就是 QE。其实这个跟美国之前很像啊，不过美国的 QE 确实最后造成了一些灾难哈。那第2支箭就是灵活的财政政策，第3支就是呢构造改革的经济政策。所以现在从高氏的铺排来看的话，它是不是已经在开始也是参考安倍他师父的路呢？我想这个日本的经济发展它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在过去的20年里面没有结构性的改变。比如说他们过去对于这个邮政的改革啊，它就受到很大保守势力的阻碍。所以我觉得从安倍到现在，整个日本的这个产经环境应该没有太大的转变，这是为什么他要继续做的原因。但是问题是以 QE 来讲，它必须要这个货币本身它还有一些价值，比如说它的利率是比较高一点，它才当它往下调的时候，它才会有挹注的效果。可是现在日本就零利率的状态，前几年还是负利率，对，所以其实 QE 在日本来讲，我觉得它能够收到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它货币的价值并没有像其他国家，它还存在着某一种程度的利息的概念。那所以它这样子去下调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让银行的资金更多的挹注到市场上，导致它的这个 QE 的效果应该没有办法像其他国家来的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信奉这个安倍的经济学，可能更往自由化路线走，可是第一个内部的阻碍没有改变结构，那第2个，它以 QE 的这个货币效果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有限。对，而且现在当然这个对内来说呢，其实高市要处理的就是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啊，因为最终日本的民调还是要看这个经济做得好不好。好，但是孝伟兄又怎么看？因为现在更惊人的一个数字哈，就除了债务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日本是面临到人口持续的萎缩，劳动力不足，然后呢物价又上涨，使得民众呢倍感压力。这个最新的核心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呈现负增长，那么实质薪资啊连续10个月负成长，日元对美元大幅跳水到157的低点哈。但在这个时候呢，你说雪上加霜，因为呢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最近又因为高市早苗的这番言论呢，现在还没解决啊。所以有几个数据，包括中国大陆的旅客订房量暴跌57%。那如果这个观光抵制的措施继续延长呢，一般现在预料损失恐怕会达到1.2兆日元。现在中国大陆是日本第2大的出口市场，也贡献了日本 GDP 至少5%。所以如果这场持久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对日本是有利还是很不利呢？还有市场现在更预期的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做空日元。哇，你光听这几点就知道日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我要问孝伟兄，您怎么看？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高市早苗到底会不会软下来？看得出来他现在有在缓和了。可是最近我也跟一些朋友聊天啊，他说不行，这个千万不能软哈。一再软的话，高市恐怕就得提早下台都有可能。怎么看？哦，的确啊，就是说，因为其实说起来很微妙，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观光客以及他们那些观光收入，的确对日本的市场帮助很大。但是其实大陆的观光客，大家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全然都很受到欢迎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钱，然后他们也很有购买力，但是因为他们本身出来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人的这个素质会让被观光的地方，其实对他们不见得就是说真的很喜欢，让他们觉得说让大陆的观光客来觉得是件好事。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因为这个没钱跟穷，以及给我一个干净清净的生活，其实可能很多被观光的地方反而是选择后者，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你可以看到其他几项对于日本方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可以算是这个打在7寸上。那特别是包含就是说今天美国那个北京决定要做空日元的话，那对于日元来说进一步这个大幅贬值是指日可待。虽然说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开心，毕竟你到日本的这个购买力要更强，但日本本地的人铁定会受不了。是，但是你看高市早苗就是因为他
这一番对北京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这样一个表态，让他在民调冲到非常的高，这也是事实哎。就是说今天其实也就是高市这么做哦，日本人大家愿意挺那个勒着裤带，然后这个过比较苦的生活，然后来挺你哈。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你高市就因此然后说对那个北京方面，然后开始用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寻求这个和解，或是甚至这个拉下脸来道歉的话，我个人认为高市也做不下去。而且对于一个国家的首相来讲，我之前在国会里面所做的这样一个答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代表他本身这个政权本身的一个 credit 一个信用。也就是说，我不能今天说 A， 我明天说 B 啊。我完全同意一件事情，就是高市他那一次在这个内阁就是在那个国会中答询的这样一个方式，的确不是很这个很老练的方式。毕竟他也是个政治新手嘛。当然，但是在国际这个政治上，你不会有什么新手老手，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蜜月期跟磨合空间的。他既然已经说了，所以我觉得他未来能够做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其他的方向向北京方面释出更大的善意，以求得北京的谅解。但是他对于已经说出的话，他绝对不会妥协跟让步。但是他可能你看他后面就包含就是说那个依照这个旧金山合约日本对台湾的领土已经没有任何智慧的这个余地了等等，这其实都是对北京方面的一系列的这个让步。那我个人认为他未来还会继续朝着如何能够找出跟让北京方面接受的方式，继续能够和缓北京方面情绪，但是他绝对不会说出他已经说出的话。对，高市本人你可以看到他最近都不是他本人，但是都是他旁边的不管是怎么样想办法搬一个台阶，让他想办法下来。但是呢，中国大陆就是不买账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在敷衍。你要么就是本人亲自对于你所提出的那番言论，你必须表态才行。可是高市到目前为止，本人是没有任何表态。所以我先问一下 Ross，你觉得？因为刚刚志伟也对不起，孝伟也觉得说高市不会软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已经开始一点晚了。那最后，尤其是跟川普通电话之后，他说法有稍微改变了。虽然7月7号国会的说法不能直接完全收回，这个也是不可能，会太丢脸。但中方的态度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态度就是敷衍啊。当然，中国在第一时间不会说好，你说你尊重1972的联合声明，那我们就 OK 没事，这个也是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动作会维持一阵子，但是搞事招标会不会维持？就是国内这个 popularity， 就是声望会不会继续上升？我也是觉得很难。因为你觉得很难，真的很难。好，顺着你这个话因为你刚刚讲的声望，就是他现在当然都会看他的国内民调那现在民调都是超过70%，最新的民调都是超过70%。不过呢，大家也常常拿高市早苗跟之前的这个民调最高的，史上有史以来就是最高的民调，就是小泉纯一郎，就是现在小泉进次郎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比高市还要高之前是80几%最高到87%，但是他的支持率不到1年就从87.1%掉到了4%，就是49%。好，那现在川普呢？当然，我最近看的民调是大概40%左右大概在上下。自己川普也是为了这个物价啦、关税这个支持度一直狂掉美国的经济一旦出事的话，当然就直接反映在选民的支持度上。所以我要问的是，现在看高市，当然超过70%的民调，可是民意如流水，它是随时会变的。你觉得那个关键，他要怎么样 hold 住这样的一个高民调？当然最关键是国内经济，是经济，对，就是最大的考量，而且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国家安全，其实首先要面对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另外也要看中国的做法。我刚说中国一些动作，不管是附近的军事演习，或者抵制中国日本的货品，或鼓励中国人不要赴日本玩、旅游等等，这个都会继续做一阵子。但是中国会不会，比如说发言人或在网络官方会不会一直用这个 personal 的是针对个人的批评？如果继续有的话，这个会对高市早苗的声望会有帮助了。但是如果中国的做法是好，我们继续抵制日本产品，呼吁大家不要去日本玩，但是没有包含直接弄那种很直接的方式来批评，
高市早苗，那很有可能高市早苗的这个声望会开始下滑了，因为经济真的是会出现问题。而且国内经济其实它联动的是跟海外的，它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中国是特别针对个人做这个批评，那日本人这是可以理解，他们会团结。都会支持他们的，会团结，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嘛，会一阵子嘛，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会不会是在那个时间，到底能够撑多久它的蜜月期？所以我说这个要看中国的做法。如果中国继续针对个人批评，那还是会对不管经济怎么样，还是对高市早苗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中国没有继续用这种 personal 针对个人的方式来批评他，但是经济问题还存在，那他的声望会开始下滑了。对，所以现在关键点就在于说，因为刚才孝瑋特别提到说，这个观光，我在想的就是观光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不去日本了，那这个观光的缺口谁来补？如果没人补，没有国家的观光客能够来补，就算有台湾政治人物不是会说台湾人都会帮忙吗？那是笑话了哈。是笑话。我误会了。这个是一大批台湾人都会去那边玩。这个是量补不了量的问题，那是量的问题。补不上。你要有诚意，但是你也要量才行哈。所以我最后想问的是说，那你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收尾？最后，应该是没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说只要你做这个，只要你说那个，就会收尾。这是不可能，这个是一个 time 时间的问题，可能会慢慢缓和，但是会持续一阵，的确会持续一阵子。这个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现在这个余波荡漾，关系非常的紧绷。但确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在这个礼拜看到日方有些许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的迹象。特别针对香港最近发生的不幸大火这一场灾难这个宏福院的恶火造成了严重的死伤。高市早苗在第一时间也发文哀悼。那本来呢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缓和一下气氛但显然这样的关怀跟慰问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效果。因为呢，在中日关系以为可以降温的时候呢，包括大陆的民间跟官方都有同步加码的动作，像是官方呢就劝阻民众尽量到日本去旅游。另外，中国大陆飞东京的航线减班了1到2成，明年3月以前呢会全面削减班次。还有就是牛肉水产出口的磋商停摆。高盛也警告会拖累日本经济增长，损失90亿美元的观光财。还有野村综合研究院也预测，日本的 GDP 将会因此下降0.29%。而且日本的经济内伤确实最近真的很不乐观。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上涨使得他们的民众生活压力爆表。那中方呢也选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说是一个 perfect timing 吗？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吗？因为最近也看到在汇率方面，人民币是升值，而且是创下历年算是一个高点。日元呢则是大幅的贬值那中国反制日本从民生各个层面来出招。现在所引发的这个言论风暴那所以大家想问的是说2点，第一个，中方还有哪些经济牌？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工具但是中方说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那日方撑得住吗？马老师，好，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日本现在的经济确实不好因为 IMF 预估它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1%左右，但是问题是它通膨是3%，换句话说，你扣掉通膨，它的经济成长率实际上是负成长，也就是说它的经济状态确实不好。那能不能承受得住中方的这个施压，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它的 GDP 的这个总规模大概是5兆美元，然后这一次中方铺天盖地的这所有的制裁，包含观光客或竞买这个水产品，或者是在贸易上面的这个很多的制裁，加起来大概会影响他们的这个 GDP 的成长到0.3%嘛，那这个当然是会痛，但是它本质上我认为就是如果就是双方就决定硬干上了，那其实坦白说，日本也就忍一忍，还是会过去。主要的原因在于高市在这一波的这个冲突之后，他的民调高达72%，这是读卖新闻做出来的那之前这个京都这边的媒体也做出了一个民调，是在这件事件之后，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增加5.5%。那也就是说，你从民调上看起来，高市现在这个强硬态度，并没有受到日本民众大多数的唾弃。老师，我想问民调高，这民调我们都知道，其实民意如流水嘛，就是现在很高，但是呢，可能到时候
下来了怎么办？现在的高民调算可以说是高市早苗的底气吗？我觉得其实不能算他底气，因为他在自民党其实本来就是不是多数的状态下，高市上来执政。那对高市来讲，他才上任不到1个月，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这个声望或支持度拉起来，所以他最在乎应该是内政啊。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中日之间的冲突，无意间让他发现他的内政是往上走。所以我觉得他要妥协的可能性暂时不是这么高，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需要这个民意的支持，然后加上整个日本社会，因为日本在战后已经做一个不正常国家做了80年，就他背一个原罪，对日本的民众来讲，一个世代过去，他觉得我们还要背多久？他们难道自己的自卫权都不能自己使用吗？我觉得那是一种往右派的心情，所以整个日本的社会的确是在往右走的，这个现象看得到，然后刚好搭上这一次高市的这个谈话，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反映出，不见得是完全是抗中，可是它可能反映出日本人民想要成为正常国家的一种愿望。但现在中方牌还没出完，他还没有出到黑桃 A 我说他的牌还有很多，你觉得他还有哪些经济牌可以打？其实因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市场依赖非常的高，它的这个出口20%是销往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假设用关税或者是非关税障碍，让你这20%往下掉，你的 GDP 增长会非常痛，会比它现在这些手段都还来得大。那再来就是大家有讨论到稀土啊，稀土等于是所有高科技需要的原料。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生产者，其实它有权把这个东西 close 掉。那我觉得这个也会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这2张恐怕是未来中国大陆不排除会使用的牌。对，因为中国大陆其实不只是最大的工厂，也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市场面来看啊，分析人士就指出呢，像日本的汽车啦、家电、体育用品啊这些产业都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像一个品牌，这个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叫无印良品，就是 MUJI 哈。它的母公司良品计划，今年到8月为止啊，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就高达了1398亿日元，比前年还要成长大约2成，占东亚事业的6成以上啊，也是公司整体营收的2成左右。那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品牌过去是靠形象吃饭，就是大家会觉得 Made in Japan 嘛，就是日本制造的哈，所以就是靠品牌。可是现在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了哈，那所以呢，现在反而形象就是你是日系品牌呢，你反而变成了负资产。还有一点呢更可怕，就是呢中国大陆的本土也有跟无印良品类似的品牌，还有自创品牌，叫做什么呢？叫做名创优品。所以呢，万一现在是在假设，万一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开始抵制。我不买日本的 MUJI， 我买中国大陆的名创优品哈，这会让日系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大大受到生存危机的威胁。所以何老师，现在你看到一方面这个日系品牌也感觉到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啊，当然这个企业当然想影响政府不一定那么容易，怎么办？当然，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非常的深了哈。这个也没有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说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科技战，然后就让这个中国跟日本的经济关系脱钩。事实上，在过去这个从川普第1任期经历拜登到现在。日本现在留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商社为什么不走啊？就是他们是照顾到这个中国大陆内需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这些商社基本上是不能离开他的消费者。那中国它现在就是说，它没有像上一次那个钓鱼台国有化哈，钓鱼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有弄那个反日的这个风潮，对不对？在街上看到那个本田汽车，看到丰田汽车，他会打砸，对不对？对啊，然后有那个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就关门不敢做生意。他们当然现在中国大陆这或许他们对于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他们的一种使用会比较小心哈，因为这个是一刀两刃，就有时候这个你弄得不好的话，因为现在大陆这个他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事实上也不是很好，他们很怕这万一这个东西操作过头哈，这有时候会造成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内部的一个不稳。但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他这是蛮聪明的哈，这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把观光客这个停掉，但他不可能全停啊。我们如果说
上一次的一个数字的话，就是钓鱼台国有化哈，大概受影响25%了。但这个25%也会产生像刚刚这个马老师他所讲的那样，大概差不多0.3%。这野村证券这个他几次所公布的 GDP 的影响的数字，那有观众讲说这0.3%那很小嘛，对不对？不要赚那个钱就好啦，对不对？那个现在日本观光过剩。看人家这个挑水哈都不会累啊，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它的一个经济成长是微成长，它通常就是说1%点几的这样的一种成长，那你再扣掉0.3%，它所占的那个 share 是很大的一块哈。就像刚刚讲说 GDP 马上变负。对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会对这个日本的内需造成一个冲击。那日本的经济，事实上日本的经济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是靠外贸，那日本基本上推升经济成长是靠内需，它内需大概占它整个经济大概60%哈，所以内需这一块，当然中国大陆哈，它用这样的一个策略是有效。那另外就是说，像这次像 Uniqlo 说或者是无印良品哈，他担心的倒也不是说中国大陆观光客不到日本去，他不会去无印良品的这个他新宿旗舰店去买哈。当然那个有影响，你看那个它股票市场哈，就是说那个比方讲像3月对不对？还有这个像这些都有影响，这些这个做这种观光客生意的这些股票都下跌了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在中国也有很多的，我们去上海也有 Uniqlo 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说日本他很怕，就是说中国会不会这个发起一个不买运动，就是说这个挂着日本品牌的这些东西我就不买。而且重点是刚刚是有替代性的商品啊，对啊，替代品牌啊，对啊，然后这个或许是日商他们感觉到这忧虑的哈，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中日因为台湾有事的这个发言哈，然后能够赶快降温，而且我们刚刚讲的高民调哈。那个高市早苗事实上一上来民调就会拉到70%啊，他这个月只是讲说他保温了，他没有像岸田文雄哈这么不堪一击哈。岸田文雄的话是每个月降哈，那最后就下台哈。但是就是说，你看哦，之前的这个很多的首相上台都70%，但是不见得做得很久。我要举的就是菅义伟。菅义伟首相上台的时候几乎跟高市早苗一样的，但是他只有做1年，而且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持续的靠这样的一种哈，就是说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名气可用去撑住你的高，做不到，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慢慢的会淡下来，新闻会淡下来，还有日本老百姓最在意的还是经济跟社会福利，那这个才是决定高市可以走，但是从经济数据来看的话，确实不容高市的这种那么乐观，他那么乐观，因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可以说高市早苗现在还在他上任之后的蜜月期哈，所以这个民调很高，名气可用。可是 Russ 专家也分析啊，中国大陆现在对外已经进入到了精准经济制裁的这种格局跟成熟的模式啊，不再是说全面封锁，而是精准打击对方的关键弱点，就像是美中在互相竞争，这个互相精准掐住对方什么大豆啦、稀土啦啊，所以呢，美国呢被掐住，那使得川普呢也不得不考虑让步啊。那现在呢，在日本这边呢，执政联盟内部也传出内讧的这个消息，说维新会要扬言出走，那高市的政治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而且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前首相石破茂他说，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食品、稀土还有医药品，他也抨击这个高市处理外交问题不能够只是过一时的嘴瘾。白话文就是说，不能只打嘴炮了啊！这个你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是必须回到问题去现实的解决。所以我要问的是说，所以日本也知道，也许大豆、也许稀土不是他们的软肋，可是它的软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生消费用品、电子用品，还有什么呢？各式各样的日本产品都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不管是在日本制造，出口到中国，或者在中国大陆经营工厂，或像无印良品在中国大陆经营连锁店的，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啊，那这个经济来往是非常密切，所以高市早苗7月7号在国会发表言论的时候。那我们早知道企业大佬
会非常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因为刚刚柯老师有提到，就是那次钓鱼台国有化的后果，对，所以企业界都是非常非常怕，不管是观光业或其他的业者都是非常怕同样的事件会再次发生。而且我刚才想到一个流行文化。当然，而且这几天已经有很多例子，就是艺人的在大陆的活动，日本艺人的活动被取消，甚至好像有一个还在演讲的时候，对，突然被中断了，对，就是还没被就是说还没结束的时候，先表态了，对，突然被中断了，所以当然日本业者是非常担心会有经济的后果，所以那个时候一大堆人在网络说，哦，我们不需要中国市场啊，我们可以欢迎台湾人取代啊，都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了。不光是那个量体，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冲击有多大。所以最后简单请教一下何老师，你觉得高市会因为这样的庞大的压力，在最后，因为现在看起来有点缓下来了啊，他是要用这种 soft landing。对，软着陆来处理后续的争议嘛？事实上，这高市在这个他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党首会谈之后哈，就野田佳彦真的很照顾这个小学妹哈，他就讲说哈，他虽然没有撤回哈，可是他刚刚这样讲哈，实质上已经撤回了。他希望用这样子，就是说给北京抛讯哈，这毕竟立宪民主党跟北京的关系还是比高市早苗要好很多哈。那但是就是说，现在这高市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短时间哈，如果它的经济数据哈这个不回正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它的这种今年第3季日本的经济数字还是往下走的哈，但这个可以，那压力就来了。这个账当然算在石破帽，就很像这美国的这个川普怪拜登，这个他们还可以怪前任，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前面的Sleepy Joe这个就造成的嘛。可是如果是第4季到明年第1季还是继续往下的话，你还可以怪石破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自己造成的。还有现在日本的这种就业也恶化了，就是说他们刚刚才公布的10月已经是高市早苗，它已经上来了，对不对？它的这个就是说求人倍率就是说一个日本人要找工作有几个工作在等哈，它这求人倍率这个也变成负的了。所以这表示就是说整个日本的一个这个内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已经在出现了这种水温的这种变化。